小 vlog 开始拍。Hello， 欢迎来到你的系列。它变成小 vlog 啊，你看啊。哇哦，哇，很顺。这一个是 Insta360 最新的相机，叫做 Insta360 Go3， 而它呢是我人生中的第3架 Insta360 的相机。我的第一台 Insta360 的相机呢是这一个 Insta360 One R， 第二台呢就是这个 Insta360 One X2。这台呢，就是最近刚刚出来的最新的运动相机，也叫做第一人称相机 Insta360 Go3。那这一期影片呢，就想来跟你们分享一下，我在用了 Insta360 的这2架相机过后啦 ，Insta360 Go3 哦，跟之前我用的这2架相机有什么不同？这个呢，就是 Insta360 Go3 的主体。那其实哦，它是分为2个部分的啦。这里哦是可以拆开来的，按了这边过后呢，拔出来，体积就这么小而已。据我所知啦，这个 Insta360 Go3 哦，不要包括这个 Action Pod， 它目前呢是在世界上最小的运动相机，因为它只有35克那么轻。由于它体积小，所以它是非常方便的携带，不管是去旅行啊，或者是对于我们这种内容创作者来讲，有时候不想带比较笨重的相机，或者是不想用电话拍视频的时候呢，拥有一台那么小的相机哦，其实是很方便的。拜拜。Yes。那其实哦，我用了这个 Insta360 Go3 也是有好几天啊。首先呢，它里面有给了一些配件啊。第一个呢，就是这个 clip， 这个东西呢，它可以 clip 在帽子上面的，可以放在帽子这边的上方或者是下方，看你需要怎样的角度去拍摄你的视频。这个是什么来的？这个是 BBQ sauce。BBQ sauce。这个是点哪个的？点这个。你要试试看这个吗？哪个？通常呢，我都是拿来拍摄一些比较有趣的角度。而第二样呢，就是这个带有磁吸式的吸盘。这个东西哦，它非常的特别，对我来讲，因为它可以让我们解放双手。Insta360 Go3 的背部呢，它的背面这里呢是有磁铁的，而这个磁吸式的吸盘呢，它也是有磁铁的，所以呢，一吸它就变成了一个可以让你解放双手的相机。看哦，就像这样子。可以进行拍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方便的啊。这一个也是超级方便的，重点是它这边哦还可以伸缩了，调整，还可以把它隐藏起来。现在就是我的第一视角了。我现在在新加坡做一个就职系列的拍摄，就顺便来做一下这个 review。解放双手，非常的方便。多一个非常贴心的部分哦，就是因为有时候如果我们这样子直放的话啦，角度就会比较直嘛，它就附上了这一个，你们看，只要像这样子贴上去，这个东西哦，在靠到我们身体的时候，它就会斜一边了，角度就会稍微斜一个45度这样子。另外一个配件呢，就是这个支架。它也是有磁吸式的，按着过后打开过后呢，你吸上去，一吸上去过后，你大力摇它是不会脱的，还蛮稳的。这个呢，它是属于一个吸盘，
你可以粘在玻璃上。这个哦，建议粘在比较光滑的表面，好像玻璃啊、车镜啊，不建议粘在木质的表面或者是墙壁，因为对于这些比较粗糙的表面哦，它没有办法可以很完整的把它稳在那个地方。尤其是我在车上做拍摄的时候，我只要一打开，这样子粘上去就可以了。另外一个用法就是这样粘在这边，这样子就可以直接变成一个相机了。你看，很方便的，我觉得这个。可以重复使用的，你可以拆开来洗，洗了过后呢，又可以重新使用了。这个东西呢是可以拆开来的。你本身有 tripod 的话，你可以插进去。对我来讲啦，这个就可以直接做我的 tripod 了，因为我觉得已经很方便了。你看，就这样子。这个 action board 是非常特别的，是一个非常新颖的 design。我只要这样子 flick 上去，我可以看到自己。最特别的东西哦，是当你把这个 camera 从这里拆开来过后啦。它可以变成 remote control， 如果你要拍的话哦，就直接按这边，就已经开始录影了。这里是小番薯的视角。Daddy, why don't you eat breakfast? This is not breakfast. And what is this? Daddy, and what is this? This is a buffet. Buffet? Oh, I see the yellow one. Daddy, I want to eat the popcorn. 所以你现在要去哪里？我姐姐，我要去哪里？Hello， 大家好，我是小番薯啊。现在你要去哪里？你要跟狗狗姐姐讲你要去哪里？狗狗姐姐，我要去 shopping。看到妈妈。而且呢，你还可以通过这个 action board 去 preview 你该拍的影片。所以总的来说，对我来讲啦，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体验啊。讲真的，我去外面拍东西的时候啦，有一些情况是我不想要让人家知道我在拍的。在一些情景下呢，如果我一拿起手机哦，人家就会望着我，自己心里就觉得啊，算了啦，这个镜头我就不要了吧。但是哦，有了这个 camera 啦，放在帽子上面，又或者是放在胸前的话，对我来讲哦，我可以无时无刻捕捉到一些我立马就想要的那个情景。好像我买东西的时候，我没有可能拿着一个相机或者是拿着一个电话这样子拍，店员就会觉得很奇怪。所以我觉得是非常轻巧、非常方便啊。最重要的是呢，它可以拍到第一人称，而且又非常轻巧。里面哦有一个选项啦，你可以选 Free Frame Video， 拍摄好了，你就通过电话、手机的应用程序去 edit 你要的 format， 9:16、16:9，你可以过后才做调整。这个方式呢，在某一些场景之下，好像我不知道哦，这个 video 我以后要拿来做什么视频，要放在 YouTube 还是要放在 Reel， 又或者是 Story 的情况下，选择这个格式呢是非常好用的。Insta360 Go 3应该会变成以后我比较常用的相机啦，因为它真的太方便了。好啦，以上呢就是我的个人分享，让你们知道一下我有了这一台 Insta360 Go 3过后，在日常的拍摄中呢，我会怎么用它。For 我的话啦，我觉得如果你是一个跟我一样，有时候会有一点点 camera shy 的创作者，又或者是有时候不太想拿那个相机或者是手机出来拍东西的，还有就是如果你比较喜欢拍第一人称视角的画面的话，这个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以上呢就是我的分享啦。好啦，我觉得今天影片就到这边啦。最后呢，如果你们对这一台 Insta360 Go 3感兴趣的话，你们可以点击影片底下描述栏里的链接，以获取更多资料。又或者，如果你们对其他 Insta360 的产品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去到 Insta360 的官网去查询更多的资料。还有就是，如果你们喜欢这一支影片的话，觉得今天分享对你们有帮助，就给我一个赞。我们下一支影片见，拜。